10到18岁，你以为这只是叛逆期？不，这是你孩子大脑最后一次大拆大建的3000天。更要命的是，此时此刻他脑子里大概50%的神经链接正在被拆掉，用就留，不用就减。拆掉之后你想长回来，代价是现在的10倍。在这孩子大脑大拆大建的3000天里，有一个力量比任何补习班、任何评估的限制都强。它不在培训机构里，也不在应用程序里，就在你家的客厅，就在你们吃饭的餐桌之上。你不用进网，不用报班，也不用花钱，每周2-3次，每次5分钟。当你的孩子用 iPad 的时候，在他身边和他聊2句，就这5分钟可能决定他未来的思考能力。老卢接下来会用4个步骤带你看懂掌握这整套方法。第一步，看清思考为外包会怎样改变孩子的大脑。第二步，大脑发育的要因是什么？您孩子的状态在哪儿？第三步，给你3组可以直接照抄的5分钟提问。第4步，给你一个6周的进度条，跟踪变化，把训练做成可以坚持的系统。我是 MindHackers 的老卢，这是碳硅进化论这个 AI 时代教育探索9期深度节目的第2期。本期节目基于权威科学文献成果以及真实的统计数据策划编导，干货满满。如果你愿意把握这3000天最后的机会，真正对孩子大脑做好建设，那么我们开工吧。你可能马上会问，老卢，你说这3000天的方案是不是我们先得从限制孩子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开始啊？其实这个太直接太粗暴了，在我看来甚至有点不负责任。真正的威胁不在 iPad 和手机那张屏幕本身，而在于 AI 正在悄悄接管孩子的思考权。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认知卸载，就是说我们把思考外包给工具，自己的大脑就不用受累了。这其实很正常，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这么做。用地图导航让我们不用记录，用搜索引擎让我们不用背知识，等用的时候再查。但请注意，我们成年人的大脑神经网络已经基本定型，而孩子的大脑正处在建筑施工蓝图这个最终确定的关头。在青春期这个时间窗口，认知卸载就变成了一个大问题，因为此刻他的大脑正在做选择，这些思考回路到底有用还是没用？没用我就拆掉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 AI 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孩子思考的替身，他遇到难题不是先自己琢磨，而是习惯性的先去问 AI。 这个简单的动作实际上就悄悄对他的大脑说，你不要费力了，我来替你思考。于是那个至关重要的完整思考闭环就被绕过了。这个闭环里真正的价值其实就藏在碰壁和调整之中，它们正是锻造孩子大脑里这条核心的神经回路的关键练习。在孩子大脑发育的修剪定型期，这条神经回路尤其需要反复锤炼，而依赖 AI 恰恰让孩子错过了这最宝贵的淬炼时刻。研究表明，从幼儿园的脑连接高峰到成年期，大约有40%到50%的不活跃突触连接会被清理掉，这就是突触修剪。但同时呢，那些经常被激活的神经回路会变得更粗更快。人类成年之后，虽然大脑神经网络依然可塑，但需要更多长期的刻意的训练才能重组神经网络。所以这不是一个其实还有机会，这不是这样的问题，而是你现在错过，以后就会付出永久的高额代价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3000天是倒计时，这不是吓唬你，这是让你理解，这确实是孩子大脑生长发育最后一次不可重复的机会窗口。我们在这里引入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一个经典概念，最近发展区 ZPD， 它指的是孩子单独做还做不到，但是呢，在合适的支持之下就能做到这么一段区间。真正有效的学习往往发生在有点难但够得着的那一小段，孩子可能会卡一下，但卡住这几秒恰恰是前额叶开始工作的起点。这个理论后来被教育心理学家 Wood 等人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认知脚手架的这么概念，而这正是我们家长需要做的。首先，你可以把孩子学习想象成爬一架特殊的认知梯子，梯子太低就没有挑战，大脑会进入自动驾驶那种休眠的状态，学不到东西。梯子太高呢，任务完全超出能力，强烈的挫败感会触发大脑的危险反应，导致思维停滞，也没有用。而最近发展区就是那个踮踮脚够得着的那个台阶。当孩子面对这么一个区间的挑战，他就从被动的接收者转变成一个主动的探索者。正是这个主动求解的意图召唤了大脑的指挥官中央执行网络 CEN 全面介入。
为了解决问题，他需要整合记忆、调动逻辑、管理情绪、抑制冲动。这整个的过程就像是大脑中发起一场跨部门的协调作战，神经信号开始沿着新的路径加速传递，每一次成功的链接都会获得多巴胺的强化奖励。正是这种有目标的协同努力，决定了哪些神经回路会被夯实和保留，哪些会被修剪掉。这就是全脑协同在学习时候的真实微观图景。其次，当孩子台阶上踮着脚思考的时候，一个来自老师或者家长的恰到好处的提示、反问或者线索，就构成了关键的认知脚手架。家长的价值并不在于教孩子解题过程和提供答案，而是在孩子卡住的那一刻，用一个问题把他拉回到思考的过程里，你要引导他直面卡点，再去尝试，再去验证。我知道你可能马上会挑战我，卢，你这是让我辅导孩子学习吗？数理化这些学科的知识，咱们早就还给老师了，而且下班回家累死累活，我也没精力当家教啊。那其实这并不是让你当老师，也不需要让你会解题。APT 里讲的支持，很多时候并不是知识的输入，而是那种教练式的沟通，也就是苏格拉底式的提问。家长要引导孩子把怎么想、怎么思考说出来。你不需要知道正确答案，你只需要引导孩子把思考的链条一步一步的走完。来，我们小结一下，再次强调，根据最新的脑成像研究，主动学习激活的不只是海马体，而是整个前额叶皮层和记忆网络的全脑协同。维持全脑协同状态的秘诀就在于持续的将孩子置于那个最近发展区里边去主动学习，并提供这种脚手架式的互动支持。最近发展区这个理论揭示了一个高效学习发展大脑的黄金配方，那就是恰到好处的挑战乘以及时的外部支持。这就是在神经科学层面上帮孩子实现从知道到做到最坚实的路径。所以我们第一个共识应该是，在这3000天的大脑建设期，你的首要任务不是当冷面管理员去严格控制使用 iPad 屏幕时间，而是要当一个思维的教练，去捍卫孩子痛苦思考的权利，并不是禁止 AI， 而是要禁止思维外包。但紧接着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会冒出来，老卢，我按你说的去当教练了，但我怎么知道我做到底对不对呢？有没有用呢？难道只能凭感觉，或者等10几年之后遥远的结果吗？脑神经科学给了我们一个更清晰、更即时的答案。你不需要等待，真正的反馈信号就藏在你们每一次对话的回合数里。决定孩子大脑发育差异的，绝不是你给了他多少资源，报了多少班。一个更深层却被严重低估的真相是，你们怎么交流。具体来讲，是对话来回的轮次，比你们说什么这个内容其实更能预测和反映他大脑的成长轨迹。我们一步一步展开来讲。先看看这几张近年来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的数据。孩子们花在屏幕前的时间已经是一个普遍且不容忽视的现实。家长们看到这些图，第一反应肯定是焦虑和自责，我的孩子是不是也一样啊？甚至又开始盘算着怎么直接砍掉使用的时间。但如果我们只盯着时长那个数字，就有可能会抓错了重点。真正决定这段时间是毒药还是养分的，是屏幕那头孩子大脑的活跃状态。它是像一个被动接收器，还是像一个被激发的思考者？我给大家讲一个典型原型的对比。第一个原型，一个孩子每天看2小时屏幕，有时候问 AI 问题，有时候刷短视频，结果呢，大脑长期处在一个被动接收的状态，思考回路没有人去激活。那3个月之后，他的表达能力就下降了。那第二个原型，高互动的原型，另一个孩子也是每天看2小时屏幕，但他妈妈呢，经常坐旁边，一边看一边问：“哎，这是什么呀？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啊？换你怎么选呀？”孩子呢就经常停下来解释，被迫想一想，也说一说。结果呢，屏幕时间一样长，但他的思考回路其实被反复的点亮。3个月之后，他的批判性思维就明显提升了。你能猜到哪个孩子的大脑发育更快吧？像这样的对比并非偶然，它背后有坚实的神经科学证据。这就引出了我们要看的第二个案例。那这个著名的研究案例来自 MIT 的 McGovern 研究所。Ramil 和 Gabriel 2位教授用了好几年追踪很多孩子，想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其实很难的问题：到底什么在决定孩子大脑发育速度？他们测了很多变量，孩子听到的词汇量，孩子看到的屏幕时间，孩子的睡眠质量，孩子营养状态，以及孩子每天经历了多少来回对话。
然后用统计学方法计算每个变量和脑发育之间的相关性。我们看这个数据，孩子听的被动效应只能解释大脑发育的 47%， 而孩子说和参与对话的主动效应能解释 76%。 这意味着我们不能靠在孩子面前讲道理来改变他的大脑，而必须让他自己去思考，而且要表达，这才是改变大脑的真正杠杆。那么如何将对话轮次这个抽象的概念应用到我们每天面对的具体场景中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直观的图表工具一起来理解。请看这张认知密度的象限图。从宾夕法尼亚大学 Martha Farrer 教授的早期研究，到后来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和脑发育的神经影像学共识，都在指向同一个真相：不同环境下孩子大脑发育差异的核心指标之一，不是环境资源多不多，而是家庭的讨论密不密。很多家长以为问题出在横轴，看太久，其实问题呢出在纵轴，没有互动。右下角是高时长加低互动，这个是僵尸区，孩子被算法喂养，大脑处于被动接收的状态，神经元正在缓慢的枯萎。而右上角这个高时长加高互动，这就是进化脑，孩子呢虽然也用屏幕，但他不断的被提问、被追问、被迫的解释自己的观点。这里我要特别澄清一点，有人会问老卢，这和你上周讲的野外肉身试错是不是矛盾啊？不仅不矛盾，他们根本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上周的肉身试错是孩子在和物理世界对话，那今天的语言讨论其实就是思维层面的试错。当孩子说出一个想法被你反问，他发现漏洞，然后修正观点，这个过程在大脑里走的就是和跟他爬山时候脚滑一下，然后调整重心，是同一条学习的回路。真正聪明的孩子，他既需要脚板底上的泥土，这叫直觉，也需要餐桌上的辩论，这就是逻辑。一个教会身体是什么，一个教会大脑为什么。所以回到我们最初那个问题，我怎么知道我做教练做的到底对不对？现在你有了答案。真正的对错信号不在遥远的考试成绩单上，而就在你们每一次对话那多出来的一个回合里。你不需要成为教育专家，你只需要成为一个用心的对话记录员和状态诊断师。而认知密度象限其实就是你身边的诊断仪，它用屏幕时长和互动密度这两个看起来最简单的维度，帮你瞬间看清了孩子是处在需要警惕的僵尸区，还是充满潜力的进化脑。那看到这儿，我知道屏幕前很多跟我一样工作繁忙的家长会想，道理我都懂了，象限我也看了，可具体该怎么做呢？现在诊断也有了，我们要给您提供药方，给你3组能够立刻增加和孩子互动轮次的万能提问模板。记住，我们的目标不是改变孩子看什么，而是改变他怎么看，从他兴趣的入口切入，用问题引导他的大脑从被动接收切换到主动的加工。这3个场景代表了一个逐层深化的思维训练体系，他们经过设计，能让你哪怕只有5分钟的碎片时间，效果也能抵过别人漫无目的的5小时补习。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先看孩子娱乐的场景。其实我们都有过这种时刻，孩子房间推门进去，发现孩子正盯着屏幕看得入迷，而里边呢是快节奏的游戏解说或者短视频。很多家长的本能反应都是眉头一皱，你看这有啥用，全都是没营养的东西，别看了。这句话一出口，其实我们就实际关了一扇门，孩子大脑就瞬间进入防御的状态，那个情绪中心杏仁核就会亮起红灯，而负责理性思考前额叶就直接下班了。结果就是沟通中断，他更觉得你不理解他。所以我们要换一种思路，核心就一句话，把它从内容的消费者变成思维的创造者。那具体怎么做呢？其实一句简单的提问就可以开启这扇门。你可以坐下来一块儿看，带着好奇问，刚才那条视频反转的好神奇呀，你给我讲讲它是怎么设计的。那如果你来设计的话，你还能开什么脑洞呢？你看这个提问妙在哪儿呢？就是你不要否定孩子，你要先共情的丝滑切入，然后再引导孩子复述、分析、思考和创新。那这在教育心理学上其实叫搭建脚手架。我们并不是把它空投到一个创作的顶峰，而是通过一个具体的问题给他一个思维的支点，让他自己往上爬一步。所以说下次你看到孩子盯着那些看起来好像没有营养内容的时候，就不要急着去否定他，那可能正是我们培养孩子思考的一个原始素材。您的第一句话就决定了他是被动的被算法喂养，还是开始主动的解构和创造。所以这就是从消遣到修炼的第一课。我们再看孩子学习的场景。
每次发现孩子用 AI 研究作业，很多家长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有偷懒抄作业了？”这跟刚才一样，这句话一出来，对话又结束了，学习的机会也就关上门了。我们再换一个问法，老卢给你提供一套思路，你可以走过去，指着屏幕说：“哎，这个 AI 给的答案，你觉得哪句话最不像你说的？咱们能不能把它换成你的口气试一试？”那家长介入的过程呢，绝对不能让他反感。我们并不需要否定 AI， 也不需要否定答案，而是要从对不对变成像不像和好不好，从硬刚你抄答案演变成希望孩子进一步的去借鉴和思考。那当孩子开始动手思考、动手改了，那他的思维其实就启动了。这时候呢，你再用定位、过程、验证这些通用的问题，像苏格拉底的一步一步的引导。所以你看，当我们引导孩子高明的使用工具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训练他成为一个主动的思考者。但思考的深度其实不止于此。一个真正健全的心智，不仅要知道怎么用，还要开始思考为何用，对谁有益。这便引向了我们平时对话里边可以触及的第三个，也是更深刻层面，关于责任、伦理和系统的对话。那除了知识，我们和孩子的对话还可以悄然地编织进一些更深层次的视角。这并不是宏大叙事或者是说教，而是将日常的这些点滴的交流升级成为铸造孩子底层思维框架的一些关键时刻。比方说，我们在讨论任何新技术或者社会话题的时候，都可以尝试这么引导。比方说，关于资源和机会，我们刚才查资料这么方便，是不是因为有网络和电脑啊？你想过，如果这是没有这么一些条件的小朋友，他会怎么去了解这些事儿呢？比如说，关于算法和真相，这个应用程序让你一刷就停不下来。那设计它的人用了哪些钩子、哪些技巧？他用你的注意力换取了什么东西？如果让你设计一个既有趣又让人主动控制的版本，那你会怎么做呢？其实类似的场景，家长朋友们可以根据您的长项可以自由的发挥，话题太多了。这些讨论目的并不是给标准答案，而是完成一次思维的负重训练，让孩子在思考是什么之后，习惯性的要往前走一步，去探索为什么以及我可以如何的去影响它。这正是在认知升级的地图上为他标出一个作为负责任的思考者应该前往的方向。但我知道真实的情况肯定不会这么顺利，孩子很有可能不配合。如果你问了之后，孩子说你太烦人了，不要管我，请记住，这其实也非常正常。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问题触发了他的思维防区，他感觉被侵犯或者被打扰了。您可以尝试降低频率，从1周3次改为1周1次，也可以尝试改变时机，不要在他的兴头去打断他，而在他要关闭程序或者去厕所的间隙来问这些问题。那必杀技就是坐在他旁边陪他一块看一会儿，注意一开始千万不要说话，你要让他感觉到你是对他看的东西好奇，而不是来监督他的。信任才是我们和孩子对话的前提条件。所以说，坚持住。数据证明，大脑的结构性改变只需要9周，而不是9个月，也不是9年。改变真的是在慢慢的发生，而且可以被测量。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清晰地感知到这种变化，并让自己和孩子都获得一个持续的正向反馈呢？这就需要我们给自己设置一个进度条。作为我们家长，看不到结果自然就坚持不下去，所以除了给你孩子大脑改变的真实节奏框架之外，我还会给你6周为窗口的进化指标，这样你不但不会盲目的相信，而且还能实时的感知变化。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至少6周这个时间窗口？ MIT 的 Ronald 教授研究发现，如果你持续增加孩子的对话轮数，那6到9周之内，孩子大脑就会出现结构性的改变。这并不是虚幻的数据，而是 fMRI 脑成像可以直接看到的结果。所以你可以在这6周之内设置中间指标来追踪进展，而不用去等遥远的结果。前2周孩子最初会抗拒，我爸怎么突然和我聊 iPad 这些事儿呢？那您的任务并不是立刻的去深度提问，而是要慢慢的改变他对您的感知，从一个审问者变成一个分享者。您可以坐在他的身边，但不要说话，只是跟他默默的一起看 iPad 上的节目，看2-3分钟，要表达您对他内容的好奇，然后慢慢的用共情但是不经意、不评判的那种提问方式。你说，这个家伙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无论他怎么回答，你都不要立刻反驳孩子。如果他感觉他的话语被尊重，那防御心就会下降。
如果孩子没有说别烦我，能跟你完整的开始对话，那其实你下次再靠近他跟他聊的时候，他就不会回避或者躲开了。这一瞬间，脑神经科学发生了什么呢？他的杏仁核防御中枢其实反应在缓解，他的大脑从战逃那种模式进入了社交互动的模式。进入第3周，如果孩子跟你已经开始正常顺畅的交流，那其实我们提问的深度就要升级了。您就不要再问你怎么看啊，而是要他问为什么，还有其他可能吗？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人为什么他这么选择，而不是那样？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选？他就会说出更长、更清晰的句子，更完整的想法，而不只是说我不太清楚啊。就更好的是，他开始反驳你。那反驳你就恰恰说明他的前额叶在全力工作，思维回路在重新的布线。有时候他甚至反过来问：“爸，那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呢？”他不再被动的接收，而是把你当成一个讨论的对手。那在脑神经科学层面呢，他的前额叶厚度就开始增长，物理的脑区结构在改变，用进废退在他的大脑里就真实的上演了。如果您坚持到第6周，那孩子就开始在日常生活的其他场景里自发性的会展现他的批判思维。您可能会听到他说：“新闻里的评论员为什么这么说呢？爸爸，你看这样。”这些东西都不是你以前教他的，而是他自己内化了思考的方法，自己琢磨的。那更有意思的是，他对屏幕的被动消费会开始下降了，并不是因为你禁止他，而是他开始不满足于单纯的去接收，他要去思考和评判，他要去质疑。你已经把他从高时长低互动的僵尸区拉到了高时长高互动的进化区、进化脑，而且这种转变呢，是他体验到了思考的快感之后自己做出的、自己主动做出的选择。那在脑神经科学层面就发生了这些事情，迁移学习就真正的形成了，他的大脑从接收模式升级到了评判模式，多巴胺的反馈机制就重建了，思考本身成为了快感的来源。我们和孩子交流不会那么顺利，您会发现大把的问题和陷阱，包括和孩子有可能会争吵，包括我们训练的成果有可能会反弹或者回退。由于时长的关系，我都写清楚放在文末的家长操作手册里边，那里边会有具体的对话样本、故障排查，您都可以直接的去访问使用。那最后呢，我想重新定义这6周对您意味着什么。很多家长会把它理解成我要执行一个教育项目，有明确的目标，有 KPI， 有最终的验收标准。但这样想的话，你就会陷入一个陷阱，把提高孩子的思维能力当成一个唯一的目标，而忽视了这个过程本身发生的这些事儿。实际上，这6周最重要的收获根本就不是孩子变聪明了，而是你们的关系改变了。你们会从我禁止你反抗这种对立的关系，变成了我们一块儿去思考这样的伙伴关系。你们开始用同样的逻辑语言去说话，开始真正的尊重彼此的想法，开始在大脑层面而不仅仅是在行为层面去进行沟通。那个关于前额叶增长 8% 或者工作记忆增长 15%， 这些科学的数据，那其实只是物理层面的证明，那并不是你的目的本身。所以每次当你感觉有点累了，想要放弃的时候，不要去想什么数据，你去看看孩子的眼神，看看他在跟你聊的时候，眼睛里是不是真的多了一些思考的光芒，这比任何的测量都更真实。在今天视频的最后，老卢除了照例提供的家长操作指南 Notion 版放在评论区，您可以直接使用。还有几句最重要的思考，我想跟您说：10岁到18岁，这真的是你最后一次可以参与孩子大脑物理构建的机会。我真的希望这期节目可以来帮您一块把握。我也知道，其实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完美的时间精力去既做深度对谈，又做户外锻炼。没关系，其实这不是一个全有或者全无的过程。如果您时间紧张，就先从每天甚至隔天的5分钟讨论跟孩子开始，或者说这个周末时间允许，带孩子先去最近的公园跑跑步。这是一个渐进式的对孩子大脑的投资，任何微小的改变其实都在对抗那个脑phủ的区域。我顺便也推荐您回顾一下老卢以前针对成年人的那个脑phủ3部曲。那么请您回想一下15分钟之前您坐下来看片子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那现在呢，您心里又在想什么？所以说家长心态的转变其实非常重要，从我很无力转变到我其实可以做很多事。这就是为什么《谈归进化论》这第2期的视频是值得您去花时间看完的原因。我们今天深入孩子的大脑，探讨了这黄金的3000天家长的责任。
但一个心智健全的孩子，除了会思考之外，还需要有伦理、有审美、有表达。那么下周五晚上8点的第3期节目，我们要聊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永远不抗拒你的完美的 AI 朋友，反而会成为孩子伦理成长的最大陷阱？那下周我们来聊 AI 带来的伦理和冲突。您看到屏幕上碳硅进化论登山图的进度了吗？如果您今天决定开始那个5分钟的提问，请您在评论区打出一个锤子，代表大脑建筑师开工。我是 MindHackers 的老卢，这里是碳硅进化论 AI 时代教育节目。我们在理解大脑、理解 AI 的基础之上，一块帮孩子寻找成为完整的人的路径。如果您也认同成长始于探索和行动，请订阅新行者 MindHackers， 让我们一起 hiking， 脚步丈量世界，思考探索内心。我们下期见。